你有想过吗？那个婚礼上牵着你的手，承诺要跟你共度一生的男人，有一天会当着你孩子的面，对着他妈妈大喊：“妈，宝宝的尿不湿怎么换呀？”看着凌晨3点哭闹的孩子，转头发现丈夫像被按了暂停键一样僵在床上，直到婆婆冲进房间，一把抱住孩子。厨房里，婆婆对丈夫说：“你别动，烫着怎么办？”而他真的就放下了奶瓶，退到一旁，像个手足无措的客人。每次想跟他讨论孩子的教育，对话总会变成丈夫那句：“等我妈来了再说。”这个时候，你还突然意识到，你嫁的不是一个丈夫，而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3岁的孩子。还记得恋爱时吗？他加班后绕路买你最爱吃的夜宵，搬家时一个人扛起所有的纸箱，在你父母前条理分明地规划着未来。可当婆婆住进你们家那一刻，丈夫强制降级成了婴儿，他不再是能够修好漏水水管的男人了，而是连袜子都要问在哪的巨婴；不再是和你一起说好要育儿的伴侣了，而是婆婆身后那个等着被投喂的巨婴。为什么婚前独立自信的男人，婚后会突然退化成妈宝男？接下来几分钟里，这个视频将带你深入隐秘的妈宝男。现在，让我们回到妈宝男的养成现场，想象一下，一个男孩的书包永远都不用自己收拾，因为他妈妈早起会帮忙检查。儿子，你只管学习，衣服妈来叠，鱼翅妈来挑，志愿妈来填。他的童年像是一场漫长的驯化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当其他男孩在球场上摔得膝盖流血时，他连选文科、选理科的权利都被换成你爸当年学的就是理科。当同学为暗恋对象失恋的夜晚里，他的妈妈正在相亲比较王阿姨的女儿和陈叔叔的侄女，到底谁更适合当儿媳呢？心理学有个词叫做自我同一性，就像游戏中创建角色要选职业定技能。妈宝男的青春期已经帮他加载好所有父母设定的模板了，他根本没有机会回答我是谁，只会重复我妈说。婴儿为什么一啼哭就有奶喝？因为他们觉得我念头一动，世界就该响应，这叫全能自我。被老师批评了，妈妈立刻冲到学校，毕业论文查重率太高，家族微信群连夜能出解决方案。这就是妈宝男眼中的世界，只要像婴儿一样啼哭，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但线头还在更暗处，婆婆可能从小看到外婆跪着擦全家的地板，听着女人就该为家当牛做马长大。她用30年把自己练成钢筋水泥，就为给儿子造个无菌室。现在轮到你了，要么接过他的铲子继续筑墙，要么砸碎这堵吃人的墙。滋，你听到这个声音了吗？这是你丈夫脑中的人格切换开关被激活的声音。现在，请跟我做一场残忍的观察实验。当你们单独在宜家选购婴儿床时，他能半小时对着说明书拼好整个床架，甚至安慰焦虑的你说：“别怕，我查过所有的安全标准。”但当婆婆推门而入的瞬间，滴，检测到母亲信号，正在关闭所有决策模块，正在启动婴儿模式。来看看他的人生吧。大学时期，他能通过模仿室友来通过智力的考核；职场中，他能复制同事的话术来获得奖金；婚礼中，他能背诵全网点赞的誓言让你落泪。社会心理学中认同理论指出，个体通过群体来定义自我，在社会环境变化中来塑造新的自我。但似乎所有动作的背后都连着一根直通原生家庭的线。当他遇到了母亲，大脑中可能会发生以下反应：前额叶功能关闭，停止所有的理性决策，性能和恐惧指数飙升，开启逃避责任模式，镜像神经元强制同步，同步童年的行为模板。丈夫正在经历升级版的人类条件反射，让丈夫泡奶粉，被婆婆抢走，你道歉，深夜独自冲奶，丈夫鼾声如雷，更加不敢开口。这个循环比网贷的利滚利还更可怕。他偷走你的话语权，耗干你的期待，最后让你相信这就是命。但你知道吗？所有的程序都有破解的密码。接下来，我将给你3把手术刀，斩断这根源自原生家庭的线。现在，请进入正片，切断这个循环。第一步，非暴力沟通，让丈夫了解现实。下周6下午7点，婆婆去跳广场舞时，关上卧室门，用这个话术：老公，最近我发现个怪现象，每次宝宝哭闹时，妈总是比你先冲进来，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失败的妈妈。注意，这不是抱怨，而是吸引他的注意。这种现象加感受的格式，不是在攻击他，而是为了绕开他心里的防火墙，进入沟通模式。第二，增加你的自我叙事，激发他的动力。上周三你胃疼倦卧在沙发时，听到他兴奋地说：“宝宝会叫爸爸了。”这时你轻声地说：“真好。”前天我难受时，宝宝也能有爸爸陪着，那晚我感觉好冷啊，但我更担心宝宝。记住，这不是埋怨，是把他的喜悦变成照亮你伤痛的镜子。当他沉浸在亲子关系时，用你的故事在他心里凿开一道缝，
第三，激活他自身的责任感。下次宝宝高烧，把体温计塞到他手里。老公，你先陪孩子去医院，我收拾下东西，随后就到。男人处理问题比较稳妥，然后转身拦下婆婆。妈，您给留下，我们给准备一下，万一孩子要住院，当责任压下来。他根本没空切回妈宝模式。我知道，作为妻子的你怕冲突，怕被说不识好歹，怕最后连丈夫的支持都失去了。现在有了这3把武器，或许也是时候改变自己的人生体验了。如果这个视频触动了你，请帮忙做2件事。第一，在评论区里说出你的苦恼，让生活的压力留在网络空间。第二，记得帮忙分享给有需要的女士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，请帮忙点赞收藏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实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